奴才护驾不周，让皇上受惊，愿临死罪。起来吧。可认得那个人？回皇上，不认识。或许是施世伦安排的人手，一会儿记得去问问。敢大声呵斥你这个侍卫统领，是个人才啊！大人，皇上怎么说？皇上没说什么，坐下来喝了几杯酒就走了，没有久留。荣大人发现了？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是不得已才出手的。我能理解你做的对，但皇上并没有提起这件事，看来荣大人没有让皇上知道。我要先听大人解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荣大人，你是得失忆症了吗？难道不认识我施大人的师爷白杨啊？一个秀才师爷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身手？荣大人的意思是，秀才就不能会武功是吗？那可不是一般的武功啊，荣大人，白师爷会点拳脚功夫也很正常啊。你太瞧得起他了。怎么？你们都知道他会武？是，我知道我这个师爷会个3脚2脚的功夫，但是呢，他不是青衣的对手。以前经常被青衣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最近他学乖了，不太惹青衣了。那是他让你的，你这身轻功没10年的功夫是练不出来的。敢问你师承何门？隐瞒自己身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荣大人，白杨会点功夫怎么了？用得着揪着不放吗？我们整天不吃不喝的查案子，不就是为了抓人吗？青衣，不得无礼！荣大人也是为了关心嘛，不懂事儿。不，青衣说的对，是我多心，冒昧了。荣大人请坐。白师爷，追上那个人了吗？啊，后来追到了街东口，由于行人太多，没了踪影。哎呀，这个人心思缜密，早有防备，若是能追上呢，倒奇怪喽。大人，我还是那个想法，这个人绝对是来挑衅的。此人用墨汁将剑身涂黑，在月光下也不会有反光，所以一箭射出的时候，我居然丝毫没有察觉。他既然将剑矢磨平，说明他无意伤人。他是想让我们在他的射击内疲于奔命。我相信，今晚新涛亭绝对无事。卯时3刻早就已经过了，杜康守在新涛亭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这是什么？此人身手利落，顺天府来去自如啊，这些都是他钉在门上的。我本以为今晚他要行刺皇上，听你们刚才的分析，看来不是。此人既是挑衅，就会说话不算话呀，让杜刚他们多注意点。大哥，这也不怎么像啊。是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嘛。后来的采石场待了好几年，风吹日晒的人变得沧桑了，确实不像一个人了。我估计啊，他现在的模样跟这画像上也不太一样，否则海捕文书都下了，各个县衙也贴了缉拿告示，怎么会没有人来报案呢？这个藏宝在狱中啊，跟他关在同一牢房的有一个江洋大盗叫陈天行。这个人啊，是在大人上任台州府之前就被抓了，所以大人不太了解他的情况。这个陈天行武艺不凡，纵横江南绿林10数载，未逢敌手。要不是因为中毒受伤，官差想拿住他几乎是不可能。有这么称赞江洋大盗的吗？我这么仔细地介绍这个人是有原因的。陈天行在狱中一直是被单独关押，因为他心狠手辣，功夫又高，所以没有人敢跟他关在一起。独有这个藏宝，不但能跟他相处，而且还跟他相处得相当不错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藏宝的一身功夫是陈天行所授？大人可知陈天行的独门绝技是什么？就是飞刀，一刀毙命。那你们有提问陈天行有关藏宝的情况？没得问了，这个陈天行已在狱中病死了，
就在藏宝出逃杀人的前3天。右腿伤残。甄世伦，你给我的屈辱，我一定会百倍还给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大哥，这个藏宝应该是当年在泰州受到笞杖刑打残的吧？右腿伤残，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呀？可是去太州府的陈烨在送来的暗档中没有写过啊。藏宝腿都残了，还能练出这样的功夫？大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藏宝早就盯上咱们了。怎么样？好了。啊，好。师爷，把这把刀支到门上。以你对藏宝的了解，他知道用什么力度，你就用什么力度。好。拔下来，再支一次。好。师爷，把脚踩在这个棍上支此刀，注意重心在右脚上。哎，师爷，小心点儿。哎，大人，照你的嘱咐，踏好了。好，这上面还有2把，把刀拔下来，把刀痕也踏下来。是。看出不同了吧？大人，这3个一样，这个呢和这3个很像。这个，藏宝的右脚跛了。那么他在支刀时啊，他就没有2个腿健全的人使力均匀。你们看啊，这3个刀痕和谢顺吉、赵毅的刀痕相同，看刀痕都有点右边偏出，和这个很接近。大人，仵作说谢顺基的尸体呢已归还家属，即使重新开棺也难以确认，只能说跟赵毅的相似。无妨，从事先预告和一刀毙命的手法，杀死谢顺吉和赵毅的是同一名凶犯，毫无异议。 4年的牢狱生活，能练出这种手法，可见是如何的刻苦练习，更不难看出他的怨恨之深呢。大人，你要小心了。哼，他的目的不是要我的命啊！我想，他是想要我和他一样，生不如死啊！不断的挑衅杀人，让我疲于奔命，无法破案。在京城重地连续制造命案，让人恐慌。 哎呀，施世伦不顾人命，这个传说很快就会传遍了。是啊，大人想做清官，他就让大人做不了清官；他知道大人喜欢断案，就让我们顺天府全是悬案。这样的话，用不了多久，大人爱民如子、清廉自守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。杜康天中，马上告诉3班兄弟，全力稽查右腿有伤的人。好的。 还有，一旦发现踪迹，不要惊动他，观察他的住处和什么人来往。是。王爷举行婚礼的时辰不难知道，但圣驾亲临一事，只有几个人知道。扎布泰是知情人之一，他的剑又不见了。大人，如果那人射箭的人就是藏宝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藏宝跟扎布泰将军肯定会有牵连。啊不，扎布泰将军对皇上忠心无二，而且静嫔娘娘也颇得圣宠，他不能也没理由犯下这种滔天大罪呀。本府也不愿做如此联想。大人，大人，会闽郡王府的梁总管想见柳姑娘，请。哎。 你们王爷要我来，为什么要走后门啊？
刘女侠，请在此等候。你就这么把我搁这儿了？苏玲怎么也不是个丫头了，你们就这么招待客人呢？切！王爷吩咐，请您有空过来探望苏玲姑娘。苏玲姑娘怎么了？哈，王爷怕苏玲闷得慌，所以请柳姑娘过来陪她说说话。趁此机会，观察一下何长生在王府的动静，再有，问苏玲姑娘，王爷的病可好些了？苏玲，柳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要王爷让我来陪你说话的吗？啊，我跟他提起过你，说在顺天府衙的时候，你对我很照顾，想去看你呢。他可能不放心，就把你请过来了。啊，你不是做了王爷的侍妾吗？怎么还做那个啊？啊，是我自己要做的。我想去浇花。啊，苏玲啊，就算你不叫人找我来的话，我也会来看你的。我要把这个给你。你把这些金银放在顺天府，也没交代怎么处理。我大哥怕弄丢了，就让我拿给你。哎，你说这惠敏郡王府架子也太大了吧？把我搁在这儿就不管我了，也没个人招呼。对不起啊。哎，苏玲啊。王爷没有护着你啊？啊，有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为难。柳姑娘，麻烦你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你这样能瞒多久啊？瞒到少福金消息为止就行了。听说你来了朋友？何长生？哦，是青衣姑娘。看来你日子过得不错啊。气色也好多了，那还要多谢少福晋的栽培啊！啊，对了，在下现在是这郡王府的内院总管。那苏玲？苏玲嘛，还是做她的丫头。这内院总管。听他对苏玲的口气，总管架子十足。那个兰若格格还真把他当心腹看了。看来苏玲是不想让王爷知道她的情况。其实啊，这也不难理解。就冲尔琪找苏玲姑娘时候那种不惜一切的拼命样，如果让她知道了，苏玲姑娘就在自个儿府里受了气，她不气得吐血才怪呢。是了，奶娘一定嘱咐过苏玲姑娘，不能让王爷受刺激。嘿，大哥，你可真神啊！你跟苏玲说的一样。大人，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何妈的死，奶娘脱不了干系。兰若格格带回何长生，无非就想对付奶娘，而他的目的呢，是苏玲姑娘。其实对付奶娘和苏玲姑娘是一回事儿，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利益。虽然何长生未必会对苏玲怎么样，但他对奶娘一定不会手软的。而苏玲姑娘会护着奶娘，王爷又会护着苏玲姑娘。如果苏玲姑娘一旦受到伤害的话，那么王爷动怒，如果这个病再发作一次，就很难隐瞒了。哼，所以为了保护王爷，奶娘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呀。你担心奶娘会对何长生不利？大哥，你都已经在这儿坐了1个时辰了，你到底是在想何长生的事呢，还是藏宝的事啊？藏宝我于心无愧，何长生我正在考虑，是不是抓了杀害何妈的凶手，解了何长生的冤仇。奶娘应该是他，只要物证齐全，这案子不难办。难办的是解了何长生的怨恨，
还要保住慧敏郡王。如果找到了奶娘的行凶动机，那王爷的出身可能就瞒不住了。所以我用何长生交换条件呀，只办奶娘，不能连累王爷。但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？你是想跟何长生交换什么条件呢？让我再想想，我再想想吧。对了，你说为了给你娘伸冤，你一状告进了顺天府。是。施世伦怎么办呢？说是查无实据。好，去撤销告诉。这件事不需要施世伦处理，更不许再让别人知道。为你娘报仇的事，我会让你满意。是。撤销告诉。你要放过杀害你娘的凶手？是啊，我想通了。连施大人都说是查无实据，我却硬要说是奶娘杀人，那便是为难施大人，对我也没什么好处。算了，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那个杀人凶手，就让老天爷去惩罚他吧。好，本府会注销此案的。多谢大人。虽然是注销了哈，但日后若有什么发现，还会通知你前来。你最好留个住址吧。小的又回王府干活了。福晋原谅你了？不，小的现在是跟少福晋身边伺候。少福晋，兰若哥哥。本府从来没听说你竟然跟兰若哥哥相识。啊，是经朋友介绍的。朋友啊，能和将军府相识，那你这个朋友定然身份不凡呀。哎，那你既然有这样的朋友，当初福晋赶你出王府时，你为何不请他周全呀？何至于流浪街头啊？那是不好麻烦朋友嘛。大人公务繁忙，小的先行告退啊。何长生，兰若格格，知道你跟奶娘之间的恩怨吗？既是误会，哪来的什么恩怨呢？小的不好离府太久，告辞。大哥，何长生说的每一句话，好像都被人指点过。定是兰若哥哥无疑。他图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秦爷，你若是兰若哥哥，你会留何长生吗？我要是兰若格格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不错，以兰若格格的立场，不可能留一个能抖出王爷身世秘密的人在身边。而何长生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忘了他生母何妈的冤死。这两个利益冲突的人怎么会凑到一块儿呢？青衣，让丁忠给我无论如何盯紧了郡王府的一切，尤其是何长生，还有悄悄派人暗中查访一下何长生那位朋友是何来历。好。儿媳，来。启禀王爷，奴才长生有事禀报。门口回话。是，王爷。什么事啊？回王爷。夜深路重，少福晋担心王爷受凉，所以请王爷回房休息。你告诉他，我今晚还在这里，你让他自己休息吧，不用管我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是，王爷。混账东西！尔琪，你每晚都在我这儿，少福晋他会不高兴的。管他高不高兴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哼，我讨厌看到他那副趾高气扬的德行，对额娘对奶娘一点做晚辈的礼数都没有，不就是仗着宫里有人吗？谁爱护谁护着去，我才没兴趣讨好他呢。可是，好了，苏玲，你别管了。啊，对了，以后不许长生到我们这院子里来。兰若把这混账东西弄回来，还不知道存的什么心思。既然额娘不说话，我也忍着。王爷还说了什么？没有。烛火已熄，屋内没有动静。哎，少福晋，只要王爷每日都在府内，您就什么也做不了啊。奴才的意思是说，得寻个事由让王爷忙活起来，您才好腾出手来，整顿府里那些不听话的下人。寻个事由。大哥，怎么查都不知道何长生是怎么跟将军府扯上关系的。将军府里没有人见过何长生进门，也没有人在将军府里见过他。只是兰若格格回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冒了出来。后来兰若格格离开的时候，他也跟着离开了。而且在查将军府的时候，还有一件怪事，就是扎布泰有个远房亲戚住了进来，一日三餐正常，就是不见人影，说是来养病的，却从来没有见过他吃过药。这个人什么时候进的将军府？大哥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没戏。这个人在何长生被赶出王府之前就已经住了进来，跟何长生没有关系。哎，兰若，那个长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说是阿玛刚买的下人。我买的？阿玛，我说是你买的，你就认了吗？哎呀，阿玛，我自己一个人在王府里，总是需要自己的人来使唤。长生他熟悉府里的状况，能帮我很多的。哎呀，兰若呀，你在家里任性惯了，那是阿玛疼你。可你现如今是郡王府的少福晋了，可不能把这个坏脾气带到婆婆家呀。啊，你为了这个下人，当众跟老福晋难堪。这老福晋是碍着阿妈的面子没说什么，可人家心里不舒服呀。以后你这脾气啊，可得好好改改啊。哎呀，阿玛，我回来可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我呢，是想让你替我帮尔琪在皇上那儿说说，给他点正事做。我不想我家的夫婿是个无所事事、空有爵位的闲散郡王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这事儿根本不用阿玛操心，皇上早有此意。皇上说了，尔琪文武兼备，潇洒狂放，活脱一个老王爷再生啊！阿玛，尔琪真的像老王爷？当然像，长得也像。像，而且比当年的老王爷还白净，太后都夸他是个美男子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少福晋，我的大叫了。回少福晋，
福晋说他要去大会寺上香，所以这大轿马就回去伺候了。我的轿子也敢叫回去，当真以为我好欺负？少福晋，不恢复了。我乘什么轿来，就乘什么轿回去。少福晋，少福晋，施大人来了。若是要奴才和国公当面说话，恐怕不好吧？长生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有谁胆敢从我手中拿走我的东西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是，奴才记住了。雅轿。走。看来少福晋是明着和福晋叫板。他带着何长生要叫回吗？先听扎布泰怎么说吧。何长生，就是少福晋从将军府上带回去的小厮。是有这么一个人，可知此人是什么时候进的将军府呀？施大人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一个将军，连个下人都会注意的话，我可真是太闲了。将军，你可知这何长生的来历啊？此人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被会敏郡王府赶出来的账房小厮。哦，兰若没说这个呀。那兰若说了什么？他说这个下人还算机灵，他对郡王府上下都很熟悉，用起来比较顺手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。说出来，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不对？看来扎布泰啊，确实不知情啊。他连何长生怎么进的将军府，他都不清楚。还是把何长生叫来问个明白吧，要不总觉得不对劲儿。把何长生叫来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啊。他什么也不会说。我明知道何长生会对奶娘不利，却没有理由维护奶娘。奶娘，是了，奶娘。奶娘怎么了？奶娘才是何长生跟少福晋的连接点。少福晋容不下苏林姑娘，自然就容不下奶娘了。何长生利用这一点，让少福晋去对付奶娘。问题是这一对主仆要怎么对付奶娘母女？青衣啊，我明知这是侯门恩怨，一个不好就弄出人命来，可我不能不介入啊。王爷那么钟爱苏林，是不会让他们母女受委屈的。儿媳，你去兵部历练，趁你丈人在，跟着多学学。你阿玛还有好多老部下在那里，好好表现，别丢了你阿玛的脸。奴才领旨谢恩。二媳，二媳啊，你此次进了兵部，可是我向皇上亲自举荐，以后你可要好好表现了啊！不进兵部，不领官衔，我就不是郡王了。荣安见过王爷，见过将军。荣大人，本王还有事，不陪。二媳这孩子，这个脾气要是不改，以后可是要吃大亏的呀。有将军周全，王爷不会吃亏的。将军留步，荣安有事请教。哎，荣大人别这么客气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康熙3年，兵部为会敏郡王南征特意铸造了5000支利剑，老王爷曾将这批剑
分赠给诸多部属。听说将军也分得了几支，不知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哎呀，记得当年老王爷分送了我10支，只可惜有一半折损在战场上，还剩下5支，我可是把它当宝贝一样在家稳妥的收藏的呀。将军，可否让荣安看看？这绝没问题。荣大人改天有时间到我府上坐一坐，顺便咱们还可以喝上几杯。多谢将军。好，好，好，告退，告退。二七，皇上赏识你，给你历练的机会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做，别让皇上失望啊！是，额娘。小王爷，这朝服都好几年没穿了，还这么合身。王爷回来了。少福晋，皇上让小王爷去兵部呢。奶娘，主子们在说话呢。奶娘，你是老了忘性大，还是始终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老奴不敢。哼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让你打扫庭院，可刚刚一路走来，院子里都是落叶。你要不是忘了我的吩咐，就是我的话不是话。老奴不敢。你让奶娘去扫地。王爷要是觉得扫地太轻松，显不出他的本事，那就让奶娘挑水劈柴，可好？你是老奴记性不好，老奴这就去。不许去！二七，兰若格格是你的福晋，替你管理王府是他的本分，你应该尊重他的处置。奶娘，做你该做的事去。哎，是。额娘，我去练武场。你是该好好锻炼锻炼。我阿妈就是看你成天无所事事，才向皇上请恩，找点事儿给你活动。你可别辜负了她的好意。秦姨啊，可有白杨的消息啊？啊，他施大人。哎，荣大人。啊，刘姑娘，看你红光满面的，升官发财啦？嗨，上次皇上微服御赐，没降级罚俸，就算是皇恩浩荡了。那还把你乐成这样？哎，白师爷呢？他呀，嗨，他懒散惯了，现在不知道又在哪个旮旯偷睡觉呢。荣大人今天来。施大人，你交办的事情有回话了。多谢荣大人，坐吧。当年那批利剑有83支存放在兵部，老郡王赠剑的亲贵，除了扎布泰将军手里还留存5支，其余的都散失不存了。扎布泰兵部的收藏我查看过，83支剑一直不少。大人如有需要，可亲自查看。那太麻烦了，既然是同批剑支，看扎布泰将军的就可以了。我猜大人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已经和扎布泰约好了，去他府上看剑。这样当然很好了。说来有趣啊，那83支剑原本是老王爷自己留着的，一直放在兵部库房。今天皇上下旨让惠敏郡王进兵部历练，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天意。二七王爷要接老王爷的衣钵，而那83支剑，倒好像是老王爷特意留给独子进兵部使用的。是啊，王爷进兵部是好事啊，翁信同在一处也是佳话。看荣大人神情，好像有什么内幕。大人，市井传言，尔齐王爷对这桩婚事不甚乐意啊。你也听说了？哦，前几日皇上说
兰若格格托请扎布泰将军向皇上请旨，让尔齐王爷入朝办差。由此看来，二人不和的传言似乎不实。但今日在殿外，我正巧撞上他们翁婿二人不欢而散，倒是有些让人云里雾里啊。兰若格格想让王爷入朝办差，这难道是兰若格格想支开王爷而惩治？苏玲，发什么愣呢？府里的规矩都没了，王爷就算再宠你，也要给福晋见礼呀。苏玲见过少福晋，少福晋吉祥。看不出来，一个丫头的住处，竟然比福晋的寝室还要气派，还要讲究。长生，奴才在。你说是我住错了地方，还是有人壮着胆子胡来？回少福晋，这全是王爷的意思。王爷大概是怕委屈了苏玲。哟，少福晋，这可是公词啊，皇上赏的，丫头用了会折寿的。哦，你倒是体贴，那就把它拿开。别折了苏玲的寿。是。少福晋，您看这龙凤绣乃是正式配挂，放在这儿恐怕也不合适吧？那你就看看有什么不妥的，一起给它整理了。是。好了，长生。苏玲。奴才在。我看你也闲得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到我房里伺候吧。是。对了，我听到些闲话，说你原本是金枝玉叶的王府格格，结果被你娘给调了包，有这种事吗？没有，少福晋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那你就安分做你的丫头，别花心思作怪。少福晋刚才吩咐的，你都听到了，还不快去伺候？可是这里，苏玲，不为这王府的荣华富贵，你娘绝没胆子害死我娘，我也不至于惨到家破人亡。今天的这一切，全是你那个娘造成的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她不是你娘，她的孩子是尔齐。长生，你不要乱说。哪怕是为了你自己，你都不能说这种话。哼！不看这母子俩身败名裂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长生，苏玲，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少福晋等着呢。哦，对不起，石大人，我的那些剑枝找不到了。
我清晰的记得是放在书房里的，从未动过。可是不管怎么找，怎么就找不到了呢？将军先别着急，再仔细想想，会不会摆放在其他地方？哦，能摆放的地方我全找过了，还就是找不到。哦，对了，兵部那边还有一些，要不我去找找？哦，兵部的建制已经核查过了，没有遗失。石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这些建制有问题？日前王爷大婚，皇上亲临祝贺，在王府外，正是遭人以此剑行刺。我等查遍此剑的下落，多数俱已损毁，只有将军这里还存有5支啊。荣侍卫放心，这些剑支我一定找到。我问你，我书房的那些剑，是不是你拿去了？可是施世伦找上门了，果真是你！不错，你这是在找死！还不到寻死觅活的地步。岳父大人，只要你抵死不认，任凭施世伦怎么断案如神，也不能屈打成招。你放屁！你难道不知道施世伦是什么人吗？只要他查出疑点，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抵死不认，就是你想死，那也要看他施世伦肯是不肯。刺杀皇上，那可是诛灭9族的大罪，我9条命都不够死啊！滚！你现在给我滚出去！岳父大人，你就确定施世伦那老狐狸这会儿没派人守在门口，就等着我滚出去？那好，那就怪不得我了呀！岳父大人，这事其实不难，你到兵部库房去5支剑拿回去充数，等施世伦验过之后再放回去，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？王爷，苏玲，起来！苏玲，快过来，别理他。是啊，苏玲，听见王爷的使唤没？过去吧，别理我这个主子。儿媳，苏玲，注意规矩，不得直呼王爷的名讳。听说你要使唤苏玲当丫头，我只当是说笑，不跟你计较。没想到你真敢！兰若，你太嚣张了！苏玲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这王府里的下人全都归我使唤，是你额娘放手让我管的。我要是连个丫头都使唤不了，这个少府禁我就不做了。你拿什么轿子抬我进来，就拿什么轿子抬我回去。你威胁我，真当我不敢休了你？我就当你不敢。你若是还想做这个王爷，就别惹恼我。混账！哎，儿媳，不，王爷有话好好说。少府禁使唤我是应该的。谁敢使唤你，我就废了他。长生，给我备轿，我要进宫。是。少府禁息怒。苏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王爷，苏玲求您别为了一个丫头不高兴，这样苏玲的罪孽可就大了。少府禁他对我很好，我愿意在这里伺候。苏玲求您了，你去忙你的公事，不要管我，我求您了，王爷。苏玲，快起来！王爷。
额娘，额娘，我要休了他！额娘，我非休了他不可！小王爷，不要生气，有话慢慢说啊！哎呀，奶娘，你别打岔。二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额娘，兰若这个女人欺人太甚，我已经委屈自己娶了她，绝再不委屈受她的气。她以为她是谁啊？笑！我就是要休了她！你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每天待在苏玲那儿，这兰若也没说什么，你们不是谁都不管谁吗？她就是来惹我的。额娘，她让苏玲给她做丫头，让她给她端茶捶腿，趁我不在就为难她。额娘，难道你都不管吗？哎呀，小王爷，你不能生气，千万不能生气！这身子刚好，这气坏了不上算。这奶娘说的对，小王爷，坐下来好好顺顺气儿啊！我不喝。额娘，你要是管不住她，我就自己去跟皇上说。这是府里的事儿，怎么能惊动皇上呢？你来干什么？难道额娘这里也归你管吗？二七，兰若来了，有话你们当面说开了吗？哼！媳妇是来给额娘请安的。好。媳妇来看看额娘今天心情怎么样？我阿玛送来了一只紫鹿，我这就吩咐厨房给额娘炖上，可好？你看将军老往府上送东西，我们也应该回回礼。兰若，你多费心啊。额娘，苏玲的事儿你到底管还是不管？哎呀，兰若不是不懂事儿的人，我们当面好好说嘛。我不跟这个女人一屋子说话。哎呀，是。我把话搁这儿，以后谁再敢使唤苏玲，我就让他永远也别想使唤人。二七，二七，哎，兰若，二七脾气不好，你多包容她啊。额娘，我也知道王爷为了什么事情不高兴，可是我也有我的苦，不得不说给额娘听听。最近我听到了一些王爷和苏玲出身颠倒的传言。胡说，这是谁呀？在嚼舌根子。额娘，您先别动气，我也知道这一定是有人恶意在胡说八道，可旁人不和咱们一条心啊。这谣言要是传开了，对王爷，对整个惠敏郡王府都是天大的难堪。我就是为了不让这谣言传开，才特地的把苏玲叫到身边，这样旁人看王府对苏玲并无特别，谣言自然而然也就散了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王爷和王府好，请额娘体谅我的苦心。再说了，我明知道王爷疼爱苏玲，我能拿他怎么样呢？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给旁人看，苏玲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，否则我怎么使唤得动呢？额娘，是吧？额娘要是没什么吩咐，我这就去厨房给额娘准备炖汤。哼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威胁我？哼！小人叩见施大人。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不用多礼。谢大人。本府知道你很忙，长话短说。关于你娘的那件案子，本府一直在持续的调查，并没有松懈下来。小人万没想到，施大人居然还记得此事。大人，我娘她真的是冤死的，小人代我娘叩谢施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本府知道，你娘的死不单纯，但是奶娘的一切经过本府详细查证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近情理之处啊。大人，何总管，你别急呀，听大人把话说完。是，大人请讲。你说你娘指证奶娘偷换孩子，这也是你娘死亡的原因，
也是本案的关键所在。本府呢发现这么一点儿疑点，但是不方便去王府求证。正好你现在刚回王府，可否愿意替本府仔细观察观察？但凭大人吩咐。在我说之前，我要和你有个约定。你若不同意，那今天所谈就作罢了。什么约定？你娘和奶娘之间属于个人恩怨，不该牵涉他人，这点你同意啊？我不太明白大人的意思。本府可以定奶娘有罪，但是不能提及你娘所说的关于王爷身世这一事。为什么呀？奶娘若是认了，尔齐这个王爷就是假的，当然要让大家知道了。啊，不，奶娘或许承认毒杀你娘，但她绝不敢承认换子之事。奶娘毒杀你娘可以说是个人恩怨，本府准备这么结案了，与王爷无关。你若同意，就可以和本府合作。好。据本府所查，奶娘的丈夫是死于家族的遗传癫痫病。听说前不久王爷也有过类似疾病的发作呀。是，大人说的极是。尔齐他也有这病，所以说他就一定是奶娘的孩子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不就是说我娘她说的没有错呀，大人？你先不要激动，是否如此，关键要看王爷是不是得这种病。这种病最怕刺激，一旦精神受挫，很容易复发。所以我让你仔细给我观察，明白吗？是，小的回去一定仔细注意着，一有动静立刻向大人汇报。那小的这就回去，小的告退。等一下，何长生，你别忘了和本府的约定。大人，尔齐若不是王爷，我还怕他做什么呀？何长生啊，慧敏郡王的出身是宗人府登录在册的，是涉皇族血统，即使有误，宗人府宁可错认，也会保住王爷，不会保住你这个奴才的，你可明白？你想为你娘伸冤，本府自会成全，给你个交代，但绝不能牵扯到王爷。这不是为了保护王爷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小的多谢大人，小的告退。等一下，就算你娘的死跟奶娘有关，也不该迁怒在苏玲身上，更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她，就想尽办法去整她。青衣姑娘，不错，我是恨奶娘。现如今，苏玲也已经跟了尔齐，但是这里，苏玲她始终在这里，所以我绝不会做对她不好的事情。是少福晋要找苏玲的麻烦，不过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做粗活，其实只是提东西而已。我是绝不会让苏玲真吃苦的，我也是在保护她。也许他真的是个金枝玉叶的人呢。少福晋，好啊，家贼难防，你偷东西偷到我房里来了。哎呀，少福晋，您误会了，老奴不是偷东西，
老奴是看天气凉了，小王爷衣服少了，我给他拿几件厚的。混账奴才！王爷要穿衣服，不会自己来穿吗？要你多事！明明就是偷东西，还敢狡辩！长生，在。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，再送官就办。是。少福晋，拿来，拿来吧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听见没有？娘！给我松手！娘，少福晋，少福晋，老奴真不是偷东西，老奴是为小王爷着想啊！住口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王爷的事情不用你多事，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吗？不要以为你是王爷的奶娘，我就治不了你。长生，拖下去，重重的打。是。长生，少福晋，长生，你放开！少福晋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娘，我娘她年纪大了，她一定是忘了你吩咐的事情，你饶了她，我愿意替她受罚。看不出来，你是个孝女。如果我打死她，你也愿意替她死吗？少福晋，开恩！我愿意替我娘受死，我愿意替我娘受罚，只求你能饶了她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两个人一起拖下去，重重的打。是。苏林，你让开！长生，让开！长生，少娘，起来！开恩啊，少福晋！快走！少福晋，少福晋，你饶了我娘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娘。少福晋，娘！打死你！你也有今天！长生，王啊！长生，我求你了，别打我娘！苏玲，你给我走开啊，不然我连你一块打！长生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娘，我求你了，长生！她不是你亲娘，她是。长生，你不要再说这些闲话了，会害了很多人的。不管我娘她犯了什么错，都由我来承担。长生，你打我吧，你别打我娘，我求你了，长生。苏玲，不要求他，他就是个小人得志。他再神气，他也是个奴才。你打呀，我看你能把我给打死。好，娘娘，你有种，你真有种，我让你有种。长生，长生，你别打我娘，别打我娘！让开，你让开！娘。对，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，不打你，不打你，不打你。我要是万一一不小心一棒子把你给打死了，还就看不到你认罪砍头的好戏了啊！奶娘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有90%的把握能够证明尔琪她不是福晋亲生的，剩下那1成嘛，用不了多久也就有答案了。奶娘，你呀，你就好好的等着吧。等着看你的好事被揭穿了，你跟尔琪甭想有一个有好下场的，你给我等着吧！满嘴胡说！小王爷的身份明明白白的记在宗人府的红册上，你要是再敢胡说，福晋追究起来，你就是死路一条！哎呦，干嘛呀？吓唬我？吓唬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胆子我很小的，我告诉你。坏了，我刚才好像说了，不对，我之前好像也说过了。那好像也没见福建把我怎么着啊？啊？奶娘啊，奶娘啊，你看看你那个样子，你就是心虚，你们都心虚，想骗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等的就是个什么机会。我要把尔琪气恼了，我让他生气，越气越好，最好是气出病来。啊，对，准确的说，那应该叫气的病发。只要他一发病，那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啊，奶娘啊，咱们俩走着瞧。娘，娘，娘。娘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娘，儿妻到底生了什么病？长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王爷他没病，他好得很，他健壮得很。
知道。娘，您别这样，娘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老奴不知，也许是无心之言吧。可是，这种话怎么是无心之说？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。是谁告诉他的？老奴不知，老奴不知。是兰若。怪不得他刚才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只是不敢往深想，就当他听了什么人的闲话。现在少夫君任着长生到处乱说，他安的什么心呢？不好，这事儿要是传到太后耳朵里，哎呀，福晋，福晋，你这是怎么了，福晋？哎呀！不容易啊，我找到他真不容易，我可是翻箱倒柜才把他找着的。你猜怎么着？在库房里。这些年啊，我把他都给忘了。将军啊，下回啊，你多放点金银珠宝在我这儿，别都放库房里了。将军啊，那这些剑枝呢，那就暂时先放在我这里，等我把案情了解完以后就还给你，好吗？你不是说看看就行了吗？你留着还有用？哦，用倒没什么用，只是这几支剑不用都拿走罢了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这5支剑长得都一样，用……哦，明白了，对，拿1支就可以了，既然一样。少福晋，长生，福晋病了，我阿玛奉太后和静嫔娘娘的旨意前来探望，该有的规矩一样都不能疏忽。您就放心吧，少福晋。所有的活儿都要干仔细啊！大人，你不会怀疑这支剑是扎布泰将军从兵部拿出来充数的吧？看扎布泰的神情啊，想不让我怀疑都难。怎么着，又要请荣安那个大神出马呀？白师爷，荣大人对你不错的，别老跟他较劲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现在看来啊，扎布泰已经有所防备了。荣大人要想进出兵部库房，没有旨意是很难了，但要请到旨了吧，这事又太麻烦，唯独兵部自己人去查比较稳妥。大人，你不会是想让惠敏郡王去查吧？大人，不会吧？那个王爷恨你恨得牙根都痒，还替你办案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，又胡思乱想了你？啊？不试试怎么就知道呢？惠敏郡王可能恨我，但可能更恨扎布泰呢。那倒是，那倒是。行刺皇上的事，扎布泰肯定是不知道，但是谁从他那拿走了剑枝，他一定知道。我与扎布泰多年的交情，实在不愿怀疑他呀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藏宝和将军府有什么牵连。二七，你丈人是奉旨来的，是恩典，你别不当回事儿。再有，让着点兰若，别再招她了，好吗？知道了。奶娘，老奴在，就说我说的，让苏林去给我抓药，让他别出来，省得兰若又拿他生事儿。他敢？二七，你就当是为苏林好，少惹兰若吧，啊。
苏林姑娘晕倒了，快去！王爷人呢？又回去了。阿玛，额娘，福晋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说呀，在兰若这边待会儿就过去看您。将军探访，我怎么好慢待？嫂子身体最近是否好些了？哦，太后和静嫔娘娘非常的挂念，吩咐了，要是您身体再感不适，那就从太医院派太医常驻王府。谢太后，谢静嫔娘娘。额娘都是自己人，不用这么多礼数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嫂子，来坐。多谢将军关心，有兰若照顾，已经好多了。静嫔娘娘说了，要是府里缺什么，只管派兰若回宫里去取。这郡王府就缺个王爷。额娘，将军好，真对不住，刚才本王已经到门口准备接您了，突然有事啊。二琪，你不要耍了好不好？兰若，额娘，苏林有喜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他在后院昏倒，把我吓坏了，结果大夫说是有喜。那他现在人呢？怎么样了？我让他躺着别动。对，别动。哦，对不起，将军，光顾了说自家的事儿，慢待您了。嫂子家有喜事，可喜可贺呀。谢谢。哦，嫂夫人，府中还有事，我先行告退了。哦，好。苏玲，儿媳，福晋，躺着，别动了胎气。现在不拘这个礼。这样，额娘叫你躺着，你就躺着吧。苏玲，这是福晋特赏你的，给你补身子。多谢福晋。奶娘，让我来吧。我自己来就好。没事儿。让他来，长这么大，他还没伺候过人呢。多喝点儿，保重身子。听到没有？额娘吩咐的。来，张嘴。这张脸，多像我额娘。以前我怎么一点没发现？苏玲，你现在怀着王府的血脉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苏玲知道。以后啊，你就让你娘好好照顾你。老奴懂的。福晋，有事儿啊？回福晋，顺天府的施大人求见王爷。不见。二琪，你讨厌施世伦，这满朝上下都知道，可是他还是来请见，一定有事儿。这。他们都在那儿，是不是？是。少府监，该用膳了。谁让你们来伺候的？这不是苏玲丫头该做的事吗？怎么了？不过是个小妾而已，有了身孕又怎么样？
连规矩都变了吗？小林，去叫苏林丫头滚过来，伺候我用膳。去。去叫那丫头给我滚过来，要不我就不吃不喝，看谁的身子娇贵。石齿轮，你最好是朝廷公事，说吧。请王爷屏退左右。下去吧。下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当年老王爷南征时，兵部特地为老王爷打制的剑支，一共5000支，现仅存88支。扎布泰收藏5支，其余都在兵部库房里。你是让本王替你到兵部库房查看？王爷的身份最适合不过了，最不引人注意。最重要的是，扎布泰将军不会起疑。你怀疑扎布泰？不，下官不怀疑他，但下官担心他被别人利用了。你可以怀疑对象。是，下官有怀疑的人。但你不会告诉我，是因为罪证不足，是不是？石齿轮，你就没有新鲜点的说辞？回王爷，除了罪证不足，还有什么？查无实据。哈哈，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见你吗？苏林怀孕了。本王我今天心情好。恭喜王爷。你救过苏玲，本王欠你一个人情，这件事，本王会替你查证。谢王爷，下官告辞。敢问王爷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些呀？这种遗传疾病一定要多保养、多休息。什么遗传疾病？哦，下官听说呀，老王爷有心急速疾的疾病。王爷身体不适，我还以为和老王爷得病相同呢，是下官多嘴了，王爷恕罪。奶娘，小王爷，你回来了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啊，苏玲不舒服？没有没有，苏玲好得很，喝了粥刚躺下。啊，小王爷，施大人找你去做什么呀？哦，公事。哦，奶娘，前段时间我得的是什么病啊？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药？哦，大夫说你急火攻心，气血不顺，急郁于胸，要是不好好调理啊，就会落下病根儿。所以呀，就多服几帖。现在不好了吗？没事儿了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我遗传了阿玛的宿疾呢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是。天哪，这孩子怎么这么说？